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 CG 小伙伴和我是绑定界的小学生馅饼。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有幸请到了 Stephanie 张，是吧？江湖人称是吧？团子同学，那您有认识了，可能有不认识了，是吧？这年少成名啊，曾就职过的公司，那履历罗列出来，堪比几位古人，是吧？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Hello，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啊，也可以叫我团子同学啊。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来到就是馅饼老师的这个节目。然后呢，我曾经就职于 Scanline VFX，然后之前也在工业光魔做过1年，然后现在呢是在 VFX 做 Environment Modeler。之前呢，我的职位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在 Scanline 的时候呢，做的是 Texture 和 Look Dev，然后在工业光魔做的是 Environment Generalist， 现在来了 VFX， 我做的是 Environment Modeler。然后我是更喜欢称自己为 Environment Generalist， 就是影视场景通才吧，就是你大概全流程要完成整个影视场景这样的。然后呢，我曾经也参与过像曼达洛人呀、像亚当计划和闪电侠这样的电影项目。好，那么 Stephanie，那么你是为什么会选择进入到影视特效这个行业，以及是吧？这个行业有着这么多的部门，你为什么最后会选择了环境艺术这一个方向呢？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是喜欢和热爱嘛。虽然一开始我也没有把这个当成是事业，只是就是从小喜欢看电影啊、打游戏这些。后来不就出国留学了嘛？但我当时因为没有说是想认真往这方面去钻，然后我就去了一个就是 QS 排名比较高的综合性的大学，给我爸妈一个交代。然后后来呢，但是我在这个大学里面4年学的还是视觉艺术和艺术史这个专业，然后反而呢对这个电影和游戏还有视觉艺术这些的兴趣就是不减反增。所以呢，我最后还是选择去了 Think Tank 这个学校去学习就是 CG 和影视行业。然后至于为什么选择 Environment 呢，其实是一开始没有想这么多，然后 Think Tank 其实什么都教，像人物呀、动画，然后场景什么都教。但是当我做到电影场景的时候，其实就感觉也说不上为什么，就是非常契合，然后给我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最后兜兜转转还是选了 Environment 这样。那么像你刚才也说了，那你在 Think Tank 之前是吧？那你是学的是一些艺术史相关的这些东西是吧？听上去跟你后来的电影特效没有说那么大的关联。那么这些经历对你后来从事电影特效行业有没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如果要看就是就职上的帮助的话，其实没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因为像学艺术史和视觉艺术这样的就是美学上的专业的话，可能以后等我再成长10几年、20几年，等我的就是经历和职位再高一些，才会慢慢的显示出来。但是其实现在对入职什么的暂时没有什么帮助。那么像我也知道，像 Think Tank 这种的学业嘛，那它一般其实是一个很短的，像大概1年半的时间，是吧？那么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你之前又等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你是等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基础嘛，是吧？那么你在你的学习过程中，你有没有因为你之前行业不相关遇到过什么困难，以及你是最后如何去克服的，才走到了今天如此成功的一个是吧职业的成就呢？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其实是自己的心态问题。毕竟我是没有任何基础嘛，然后我去 Think Tank 的时候，纯就是对这个行业的流程也不是很了解。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学一个妈呀，就一切万事大吉了。但是进去以后才发现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而且就是身边的朋友、同学，他们都更有一些基础，然后甚至有的已经就是参与过像复仇者联盟这样的项目了，然后又回来继续就是 sharp 自己的 skill。但是呢，我呢就要接受我比他们
可能就是都要弱一些，然后我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相同的知识点上，然后甚至他们出去玩、出去就是打游戏聚会的时候，我也很想去，但是我得就是接受自己跟他们不一样，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这些。所以一开始我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放平心态，然后眼睛看着他们做目标，但是我其实只能跟昨天的自己比，就是心态上的问题吧。就像那句话说的嘛，是吧？我哪有什么秘诀可言呀？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嘛，是吧？那像你刚才就是说到你是最后选择了环境艺术嘛，是吧？那我们也知道环境艺术呢，它需要去接触非常非常多的软件，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知识，是吧？那像你的话，是吧？那你之前认为只需要去学习玛雅一个软件，结果被现实啪啪打脸，是吧？那么你再去接触这些新的软件、新的知识的时候，你是如何去快速的上手、快速的去学习的？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其实一开始要接触很多这些不一样，然后自己又不会的软件。那第一点呢，我肯定就是先去大概的去了解一下这个软件大概的操作方法，然后去熟练一下它基本的操作。然后第二点其实是要明确你到底学这个软件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像 Maya、像胡迪尼、像不同的软件，它能做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但是呢，就是我是 environment 的那个 artist，所以当我前一段时间在学胡迪尼，我拿到胡迪尼的时候，我肯定首先会去了解就是 environment 相关的，像 high field 啊、scatter 这些东西。我也非常知道，就是 Houdini 这个软件其实是一款非常非常强大的特效软件，但是我就不能浪费太多时间在特效上，因为我毕竟用不到嘛。所以我觉得学一款软件的目的明确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点就是老生常谈了，就是一定要经常上手去练习，然后去操作，然后才会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那我个人呢，像比如说看教程学习的时候，我不是那种会跟着教程做一模一样的案例的人，因为我觉得你跟着他调参数，你跟着他去做这些东西，这知识它不进脑子呀。我觉得就是一般我会就是做一个相似的案例，但是不一样，然后这样就是自己完成一个这样的案例，反而就是能学的，就是能把这个教程吃透，能学得更好一些。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说那像你觉得工作和你在学生时候做学生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吧？那么像你是如何去应对，如何去快速的去融入到工作的这个节奏中？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甲方可能从你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客户。我们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做东西，包括 deadline 也好，还是你想要达成的东西，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的。但是你到公司以后，就是公司对 deadline 有严格的要求，你必须就是到那个时候，或者是你的 soup 或者是 lead approve 了你的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你就要马上就是投入到另外一个 task 里面。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嘛，我需要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团队合作，然后就是听团队一起，对，这样。好，那么 Stephanie，那我们来说说你的工作经历吧，是吧？那你参加工作如此短的时间，就有着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吧？成功的进入到了是吧工业光魔，是吧？然后 Y 塔，包括之前的 Scanline，是吧？你的这些是很多 artist 他职业生涯的梦想的终点，那是已经是你的职业生涯的起点了，是吧？那么咱抛出运气的这个成分之外啊，那你有没有认为你在哪个方面做的不错，因为这些做的不错而最终是吧获得了这个认可，而帮助你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你的作品集和能力一定要到位嘛，就是至少要在就是这些顶尖大厂的印象里是必须在合格线以上的。那我觉得自己除了我
个人觉得自己的那个作品集是在这个合格线以上的，虽然说是啊，我可能不像别的同学那样那么突出或者是那么显眼，但是呢，我觉得自己做的不错的地方，一个是可能是一直保持着一种就是 proactive 的态度，就是随时都想学习新东西，然后对这些新的技术和软件的一些好奇心。然后还有就是我也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上手还蛮快的，就是对 environment 需要的很多很多软件。然后引用一下，就是就是对我帮助特别大的一个光魔的 Soup， 他对我说的话就是，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毕业的这些年轻的 artist 技术和能力的话呢，你会根据你做的项目还有一些时间会去提高，但是他们更注重的就是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和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团队。所以如果你一直愿意保持这种proactive 的学习态度和好奇心，然后和就是学习能力的话，你需要的只是一个这样学习的机会。我觉得这些公司他们会非常愿意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呢，当时我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那个 demo reel 和就是学习能力做到我自己的最好，然后呢，加上一点运气，因为毕竟我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正好是疫情的收尾阶段，然后是各个公司招人的一个风口，所以就是他们看到了我，然后我就很幸运的抓住了这个机会，进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对，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机会呢就是留给这个有准备的人的嘛，是吧？那像你的话，你毕业其实没多久就进入到了这种顶级的行业公司 Skyline 啊、ILM 的话，那么像你作为一个新人，你在里边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呢？其实说实话的话，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可是工业光魔，这可是 Skyline，这可是 Weta 这种公司，怎么可能没有压力呢？对不对？然后分享一个小事情，就是我刚刚进工业，就是在《阿凡达》出来之前，然后我最喜欢的电影是《终结者2》，就是审判日那一部。然后在收到工业光魔的 offer 之后，我又去回顾了一遍。但是既然已经就是进入了这一行，那这次我就会注意就是他们的制作人员的名单和名字。然后进了光魔以后，有一次 sequence 开会，然后大概有7、8个人吧，然后有一个 supervisor 的名字就特别眼熟，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就是跟我之前看终结者时候看到的是一样的。我当时还觉得是巧合，但是我私下偷偷去搜了一下他，就发现他在光魔已经干了30多年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开会就是手心全是汗，毫不夸张，因为我特别怕就是拖了别人后腿嘛，毕竟自己是一个新人。对，那像你提到的是吧？那你周围有着这种30多年的是吧？行业传奇是吧？那跟他们一起工作，那像你说的是吧？会感到很大的压力。那么你是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做到比较自信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呢？尤其是说我们说可能会有时候意见不一致，是吧？然后你如何去跟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呢？其实这一点我还在学习，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还不能就是很有自信的说出自己的观点，包括就是开会的时候，哪怕如果我跟就是30多年的 supervisor 意见不一致，那我就会私底下悄悄的，就是去 message 他，然后去问他是不是这样，你觉得 O 不 OK？然后自己还在学习，然后但是有的 supervisor 呢，他会发现我的这个犹豫的问题，然后他会在开会的时候鼓励我去说出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时候我肯定也是就是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一点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现在还不算是特别自信在这方面。那像你的话，你工作中如果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怎么办？尤其是有时候可能是吧，我们遇到一些自己认为非常简单，可能但是就是自己不会。那你说你周围都是业界传奇，会不会有这种说，哎呀，那我是不是需要因为我的这种小问题而耽误大佬5分钟、1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不好意思去向他们去询问的这种情况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在这方面还挺那个积极的。我会就是主动去问很多问题，主动去沟通，去了解自己，就是去 double check 自己有没有想对。然后呢，这一点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工业光魔的一点，就是我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是大家除了跟我打招呼以外，还就是经常挂在嘴边说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stupid question。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是愚蠢的，他们觉得就是不管你是初级的 artist 还是行业大佬，你总会遇到一些你觉得可能很简单的问题，但可能大家都遇到过，所以我就会反而会更积极的去问。而且就是反过来说，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了，你不懂装懂，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你隔壁可能只有一个人5分钟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对团队产生不是很好的影响。这样，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前几期的时候也有聊过啊，就是尤其像大家如果是作为这个新人的时候，是吧？那么我们是就是意料之中的嘛，就是新人必然他会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呢不要害怕，是吧？有问题呢一定要大胆的问出来啊。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团队合作嘛，大家都是互相去帮助的。但这里呢就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呢，不是说你上来就什么都会，当然这个当然是好的了，但是不太可能嘛，是吧？包括就是即使我们工作了说10年20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说，那你问了这个问题，那我给了你一个解决思路，给了你一个方法，是吧？那我希望你从中呢能学到，是吧？能有所进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是吧？那我们说回这个环境艺术啊，是吧？那我们之前也提到，环境艺术会用到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软件，是吧？那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在工作中，是吧？突然间你发现这个东西是需要你去用这个某个特定的软件去完成的，但是这个软件你可能平时是吧自己并没有很熟悉，或者可能就是完全不会，但是现在就要你用它来去完成你的一个任务，是吧？那么这时候你要怎么去做呢？其实，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就比如我之前毕业的时候不是很会用 SpeedTree 因为我很怕做植物嘛。但是刚开始，然后我就得开始做植物，所以我就还是得硬着头皮上。然后，但是呢，就是你身边有很多这些大佬，你可以随时去问他们，他们会非常乐意就是为你解答很多问题。然后我私底下就是也会。及时的去看很多的教程，然后让自己就是能更快速的上手这个软件，就说白了还是得硬上。是，那像你的话，那你工作中你认为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你是如何去克服、去应对它的呢？挑战来说，就是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因为自己是学生的时候，你做一个项目或者做一个作品，你全程都是自己完成的，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就说是要和别人合作的一个感觉，就是基本上你自己说了算，然后你自己的 working file 都是你自己的。但是在工作当中，我们是一个团队嘛。有的时候需要和不同部门的人沟通，然后正因为他们是不同的部门，他们可能不太需要，就是不太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然后也可能你给的东西是他们不太需要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个时候需要高效的沟通。然后一开始呢，我其实在这个上面还是踩过蛮多坑的，所以还是后来慢慢的，就是学这个沟通技能还是得上来，毕竟是个团队项目嘛。对，这个团队项目嘛，其实就是大家互相之间肯定都是要交流沟通，然后谁有问题呢，我们之间是互相去帮助嘛，这个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是吧？那么说回到这个工作之余啊，是吧？那我知道像你的话，你工作之余依然是用了很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新的知识，是吧？那么你是如何去做到，就是工作之余去自律，然后去如此的积极主动去保持这份学习热情？嗯，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因为我身边毕竟还是有非常多的行业大佬，然后包括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呢，他们也非常厉害。然后平时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你知道有个东西可以怎么怎么解决啊？”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把这个东西学到手。那下班回到家以后，我就会去尝试用他的这个思路去做一个什么练习，然后把这个东西吃透，变成我自己的能力。话说回来呢，可能也是因为我刚刚入行，没有很多年，也就那么1、2年的时间，所以还能保持着一个就是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和热情我希望可能10年、20年之后，我还能就是保持那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然后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就是自律的时候，因为现在还在就是属于一种非常有冲劲的时候。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好，那我们这一期呢就接近尾声了，是吧？那么最后我们团子同学能不能给我们是吧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们一个建议呢？建议其实说不上，我要不分享一个我踩过的坑吧，就是这样让大家不要就是跟我踩到相同的坑。就是我想说关于 burnout 和 ghosting hour 的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司给我们一个 task， 然后他说你一天做完这个 task， 然后你做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我们还是新人 artist， 就会非常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可以，所以在做的过程中呢，又会遇到一些问题，你没有办法预料的问题那你这个时候，比如你需要多2-3个小时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做这个 task。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告诉我的 lead 或者 soup 说我可能需要多2-3个小时来做这个事情，我会害怕，我会怕他们觉得你是不是不行，你能力是不是不够，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遇到其实蛮多跟我一样的就是新人 artist， 大家都会做 ghosting hour， 就是不申请加班，但是自己悄悄加班加上现在是居家工作的时候嘛，然后就非常容易出现 ghosting hour 这个事情。我自己呢，其实之前也就干过这种事情，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对个人和对公司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如果 ghosting hour 了，然后那公司就会觉得这个对于你来说是合理的 workload， 然后可能之后就会给你类似的 task， 就会让你同样都是一天完成。那当你的 task 越堆越多的时候，你的这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你如果持续保持 ghosting hour 的话，那就是你就会很容易 burn out， 然后也可能会影响到别的 artist 人家可能会觉得你们就应该是这个 workload， 就不太好。我之前呢就是被抓到过一次，然后被我的 soup 就是狠狠的教育了，然后告诉了我这个道理，然后告诉我其实是需要一个合理的 workload， 然后有什么是需要跟他们就是提前沟通，然后这样才会比较好一点。对，这个提到的这个 ghosting hour， 这个就是不汇报自己免费加班、偷偷加班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我一直是想找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去做这个 ghosting hours 是吧？那就是不管怎么样是吧？那我的初衷是好的是吧？但它是作为一个 artist 是吧？那我有这个热情是吧？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实，至少从我个人来说吧，在我去评定一个 artist 的这个时候，如果他是就是经常会做这种 ghosting hour， 在我这儿其实它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非常大的一个减分项。因为什么？这个东西其实从2方面来说，其实就像我们团子同学说的嘛，是吧？那你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团队项目，是我们就是一个公司嘛，是吧？那么你做的每一个 task 是吧？那它的每一个它都是有自己对应的时长的。那你如果这时候是吧？那你去没有上报，然后自己偷偷的加班把它做出来，那从公司的角度，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虚假的信息，是吧？那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比如说应该8个小时能完成，但是实际你可能做了16个小时，是吧？那么这时候我们去上报去就是预算呀什么的，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准确的，那对后续可能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呢，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其实也是，就是那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这个 workload 嘛，你的这个工作的负荷量嘛，是吧？那你一天你只有24个小时，是吧？那你说，比如说这个东西8个小时要你做完，你做不完，
那你又加班加了8个小时，是吧？你变成16个小时，其实是把它做完了。好，那现在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没有任何的更多的这个任务给到你。但哪天一旦有更多的任务给到你的，说好，现在真的需要你去加班了，但还是我们说一天你只有24个小时，你不可能再变出12个小时来。那这时候是吧？那你就把自己玩进去了嘛。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是吧？然后不要去尽量去避免去做这种事情。好吧，好，那么我们这一期呢就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是吧？感谢我们盛世美颜的团子同学，也感谢我们是吧？感谢大家，是吧？那我们下期再见。